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和相亲没啥关系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故事是我表妹小文亲身经历的，关于她带着爷爷来台湾就医的经历。小文是我大舅家的女儿，在广东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她爷爷，也就是我大舅的父亲，今年78岁，半年前被确诊为晚期肺癌。老人家一辈子节俭朴素，勤勤恳恳，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，桃李满天下。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老人会在晚年遭遇这样的不幸？丽姐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人脉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台湾长庚医院的肿瘤科怎么样？去年11月的一天，小文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充满了焦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我听出了他声音中的不对劲。爷爷被确诊肺癌晚期，在我们这边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小文的声音哽咽了，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。舅爷爷一直是个硬朗的老人，每次过年回老家，他总是精神矍铄，和我们讲述他当年的教书故事。谁能想到病魔会这样突然袭来？我昨晚熬夜查了很多资料，听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发达，尤其是在肿瘤治疗方面。我想带爷爷去台湾看看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万一有奇迹呢？小文说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我立刻回应，我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，确实见识到台湾医疗的优势。我有个朋友正好在长庚医院工作，我这就联系他帮你问问。挂了电话，我立马联系了我在长庚医院工作的闺蜜小芳。小芳了解情况后，马上帮忙联系了医院最权威的肿瘤科专家张教授，并为舅爷爷预约了会诊。3天后，小文和家人带着舅爷爷所有的病历、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，办好了签证，踏上了来台湾的航班。天啊，终于到了！下了飞机，小文发来信息说，他们一家已经安全抵达桃园机场。我和老公赶紧开车去接他们。看到舅爷爷的那一刻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。曾经精神矍铄的老人，如今瘦得皮包骨，脸色蜡黄，走路都需要人搀扶。小文的爸妈，也就是我大舅和舅妈，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担忧。舅爷爷，您放心，台湾的医生很厉害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强忍着泪水安慰道。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舅爷爷虚弱地笑了笑，能在临走前看看台湾，也是一种福气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老人家已经对生命不抱希望了，他只是不想辜负家人的一片心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来到了长庚医院。老实说，从外表看，这家医院并不像内地一些新建的3甲医院那么气派豪华，但走进去，你会感受到一种井然有序的氛围。哇，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不像我们那边的医院，人山人海，吵吵嚷嚷的。小文惊讶地说，确实，和内地大医院门诊部拥挤吵闹的场景相比，这里显得格外有序，没有插队的现象，没有大声喧哗，每个患者都按照预约时间依次就诊。我们按照预约时间来到肿瘤科，护士小姐微笑着迎上来，林先生，是吗？张教授已经在等您了，请跟我来，这么快就能见到专家，不用排队等几个小时吗？舅妈小声问我。台湾这边都是预约制的，每位病人都有固定的就诊时间，不会出现排队几小时才能看上病的情况。我解释道。进入诊室，张教授已经坐在电脑前等候多时。他是个60多岁的老医生，头发有些花白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面带和蔼的笑容。林先生，您好，欢迎来到台湾。我已经仔细研究过您从大陆带来的病历和检查报告了。张教授用普通话亲切地说道，这一点让我们都很惊讶。在内地，专家号通常一个上午要看几十个病人，根本不可能提前研究病历，更别说是外地病人带来的厚厚一叠资料了。林先生，根据您的检查结果，情况确实比较严重，但是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尽全力帮助您。张教授说，首先，我建议做一个全面的重新检查。因为技术和标准可能有些差异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判断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全家震惊的一幕发生了。
张教授不仅详细询问了舅爷爷的病史、生活习惯、家族病史，还关心起他的心理状态和家庭支持情况。林先生，您现在的心情如何？有没有感到特别焦虑或者沮丧？张教授问道。舅爷爷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医生会关心这个。老了，得这种病，能有什么心情？就是不想拖累孩子们。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张教授温和地说，但是积极的心态对治疗也很重要。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心理辅导团队，可以帮助您调整心态，更好地面对治疗。天哪，还有这种服务！舅妈忍不住感叹。更让我们惊讶的是，张教授接下来花了将近1个小时，详细解释了舅爷爷的病情、可能的治疗方案、每种方案的优缺点以及预期效果，甚至用通俗的比喻，让我们这些医学外行也能理解。林先生，考虑到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，我建议采用靶向治疗加免疫治疗的方案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轻副作用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张教授说，不过最终决定权在您手上，您可以和家人好好商量一下。医生，那治好的希望大吗？小文鼓起勇气问出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。张教授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沉思了一会儿。我不能给您不切实际的承诺，晚期肺癌确实很难完全治愈，但是通过合适的治疗，我们有可能延长生存期，更重要的是提高生存质量，让林先生能够舒适地度过接下来的日子。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延长生命，更是让这段生命有尊严、有质量。听完张教授的话，我们全家人都红了眼眶。这番话既诚恳又专业，没有给不切实际的希望，但也没有让人彻底绝望。好，听医生的。舅爷爷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。接下来，张教授安排了一系列检查，并且嘱咐我们，检查结果出来后，我会立即安排讨论会，邀请多学科的专家一起为林先生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多学科讨论会，那是什么？舅舅问道。就是把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，肿瘤科、放射科、外科、营养科、心理科等等都聚在一起，针对林先生的具体情况，共同制定最优的治疗方案。张教授解释道，这样可以从多角度考虑问题，避免单一科室决策的局限性。就这样，舅爷爷被安排住进了医院，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虽然检查项目很多，但安排的井井有条，不需要我们反复排队挂号，一切都由医护人员协调好，省去了很多麻烦。小文，你们先去休息吧，检查需要一点时间，有什么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。张教授对已经疲惫不堪的我们说。走出医院，小文忍不住感慨，丽姐，台湾的医生真的和我们那边不太一样啊，感觉他们不仅仅是在治病，更是在照顾一个完整的人。是啊，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吧。我点点头，在台湾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更像是平等的合作伙伴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者。第二天，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。张教授召集了一个由7位不同专科医生组成的团队，为舅爷爷举行了一场多学科讨论会。我们全家被邀请参加，亲眼目睹了医生们如何针对舅爷爷的情况展开热烈而专业的讨论。林先生的肿瘤虽然已经转移，但基因检测显示他对某种靶向药物可能有较好的反应。肿瘤科的另一位专家说，但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心肺功能状况，用药剂量需要调整。内科医生补充道，我建议同时进行营养干预和康复训练，提高他的体能状态，这样能更好的耐受治疗。营养科医生说，听着这些专业的讨论，我感受到了台湾医疗的严谨和全面。他们不是简单的给药、动手术，而是将病人视为一个整体，从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和干预。最后，张教授向我们详细说明了讨论的结果和治疗方案。我们决定先用低剂量的靶向药物，再根据林先生的耐受情况逐步调整，同时配合免疫治疗和中医药调理，减轻副作用。此外，还会安排营养干预和适当的康复训练，还有中医药调理。舅舅惊讶地问，是的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中，中西医结合已经很成熟了。张教授解释道，很多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，也会通过中医药来减轻副作用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这又是一个惊喜。在内地，虽然中医也很发达，但在大医院，中西医往往是分开的。
很少有这种紧密结合的治疗模式。治疗方案确定后，张教授还特意安排了一位护理师，专门负责舅爷爷的病历管理，协调各项检查和治疗，解答我们的疑问。这位护理师叫小林，温柔耐心，每天都会来病房了解情况，解答疑问。林先生，您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适？小林每天都会这样亲切地询问。小林啊，你们台湾的医护人员都这么有耐心吗？舅妈好奇地问。这是我们的工作啊。小林笑着说，在台湾，我们强调全人照护，不仅关注疾病本身，也关注病人的心理需求和家庭支持。只有这样，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随着治疗的进行，舅爷爷的情况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，起初的恶心、呕吐等副作用，在中医药的辅助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1周后，他已经能自己下床走动了，气色也比刚来时好了许多。爷爷，您看起来精神多了。小文高兴地说，是啊，感觉好多了。舅爷爷笑着说，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很用心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无望的病人，而是有尊严的人。2周后的一天，张教授带着好消息来了。林先生，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，您的肿瘤已经有所缩小，转移灶也有控制的迹象，虽然不能说彻底治愈，但病情稳定下来了，这是个很好的开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全家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要知道，在来台湾之前，内地医院已经基本放弃治疗，只建议回家安心养老了。谢谢您，张医生。舅爷爷哽咽地说，即使不能痊愈，能多活1天也是赚到的。别这么说，林先生。张教授握着舅爷爷的手说，我们的目标是让您带着希望和尊严生活，而不仅仅是延长生命的长度。接下来，我们会继续调整治疗方案，尽可能减轻药物的副作用，提高您的生活质量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台湾医疗与内地医疗最本质的区别，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，更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和尊重。在台湾的第3周，我们迎来了另一个惊喜。林先生，考虑到您的治疗已经进入稳定期，我们可以为您安排居家照护服务。张教授在查房时说，您可以回到住处休养，每周只需来医院复查1次，我们会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定期上门访视，指导用药和康复训练。真的可以出院吗？舅妈担忧地问，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怎么办？请放心，我们会安排一位个案管理师全程跟进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他。张教授解释道，而且我们会为林先生配备远程监测设备，定期传输生命体征数据。如果系统检测到异常，医护人员会立即介入。这种服务在台湾是普遍的吗？舅舅好奇地问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全民健保的一部分。张教授解释道，在台湾，我们提倡在地老化，尽可能让病人回到熟悉的环境中恢复，而不是长期住院。这不仅能降低医疗成本，更重要的是，对病人的身心恢复都更有利。就这样，舅爷爷出院了。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公寓照顾他，每周3次会有居家护理师上门服务，不仅检查身体状况，还指导家人如何正确护理，甚至教授简单的康复训练技巧。林先生，这个呼吸训练很重要，每天坚持做，能增强肺功能。护理师阿美耐心地指导舅爷爷做深呼吸训练。阿美啊，你们台湾的护士水平真高。舅妈由衷的感叹，在我们那边，护士主要是在医院里负责打针发药，哪有这么细致的上门服务啊？其实这是我们护理教育的一部分。阿美笑着解释，在台湾，护理不仅仅是辅助医生的技术工作，更强调全人照护的理念。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需要量身定制的照护计划。除了医疗照护，让我们意外的是，社工人员也定期来访，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心理需求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链接。林先生的家人来自大陆，人生地不熟，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？社工小陈亲切地询问。老实说，医疗费用是我们最担心的。舅舅直言不讳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肿瘤治疗的费用确实是个大数目，这方面请不要太担忧。小陈解释道，虽然林先生不是台湾居民，无法享受全民健保，但我们有针对境外人士的医疗援助计划，同时我可以帮您申请一些民间慈善基金的补助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，
来台湾之前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。舅舅一家虽然条件不错，但面对动辄几十万的治疗费用，也是不小的负担。真没想到台湾的医疗体系这么人性化，连外国人都能得到这样的照顾。舅妈感动地说，台湾的医疗理念是健康是基本人权，不管是谁，都应该得到尊重和适当的照顾。小陈说，虽然对非台湾居民无法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全额补助，但基本的人道关怀是不会缺少的。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舅爷爷的病情稳定了下来，虽然癌症没有完全消失，但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。他的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，他可以自己散步，吃东西不再恶心呕吐，甚至能和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夜市逛逛，尝尝台湾小吃。爷爷，您看起来气色真好。小文欣喜地说，比在家那会儿精神多了。是啊，感觉又活过来了。舅爷爷笑着说，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想到还能重新享受生活。看着舅爷爷重拾生活的乐趣，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台湾的医疗团队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舅爷爷不仅获得了更长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段生命是有质量、有尊严的。治疗3个月后，张教授建议我们可以回大陆了，并为舅爷爷制定了详细的后续治疗计划，包括用药方案、复查时间表和生活注意事项。林先生，这是您的出院总结和后续治疗建议。张教授递给我们一份厚厚的资料。我已经和广州某医院的王医生取得了联系，他会接手您回大陆后的治疗。有任何问题，您和王医生都可以随时电邮咨询我。张医生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舅爷爷握着张教授的手，眼含热泪。如果不是您，我可能已经别这么说，林先生。张教授微笑着说，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，看到您恢复得这么好，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。离开台湾前，我们全家人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，回顾这3个月的经历，不禁感慨万千。这次来台湾真的是大开眼界啊！舅舅感慨道，不仅爸爸的病情得到了控制，我们对医疗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。是啊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以人为本。小文说，医生不只是看病，而是在照顾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且整个流程都那么透明、规范。舅妈补充道，从诊断、治疗方案的制定到费用的计算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，让人心里有底。确实如此。回想这3个月，我们见识了台湾医疗体系的诸多优点，也不禁将其与内地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比较。两地医疗各有千秋，但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显著差异。首先是看病的流程和体验，在台湾，严格的预约制和分级诊疗体系使得看病过程井然有序，病人不需要凌晨排队挂号，不需要在拥挤的候诊室等待数小时，更不需要为了见一次专家而四处奔波托关系。记得爷爷刚生病那会儿，我们挂专家号有多难啊！小文回忆到，凌晨4点去排队都不一定能挂上，最后还是通过关系才预约到的。而且即使挂上了，专家也是看了就看了，3分钟就结束，根本来不及问问题。舅妈补充道，相比之下，台湾医生的问诊时间普遍较长，平均每位病人15到20分钟，足够进行充分的沟通。医生不仅关注疾病本身，还会询问病人的生活方式、心理状态和家庭支持情况，真正做到全人照护。其次是医疗决策的过程，在台湾，医患关系更加平等，医生会详细解释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，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选择权。多学科会诊也是常态，确保从多角度考虑病人的情况。在我们那边，医生说怎么治就怎么治，很少有这么详细的解释和讨论。舅舅说，有时候我们连用的是什么药都不清楚。是啊，台湾医生会把你当合作伙伴，而不是被动接受治疗的对象。我解释道，他们相信，只有病人充分理解并参与治疗决策，才能获得最佳效果。第三是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整合性。台湾的个案管理制度确保了病人从入院到出院，再到居家康复的全程跟踪和管理。中西医结合、医护协同、多学科合作等模式，也使得治疗更加全面有效，这点真的很棒。小文说，爷爷在广州看病的时候，中医西医是分开的，各开各的药，有时候甚至会冲突，而且每次去医院都要重新解释病情，非常麻烦。
台湾通过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补充道，无论你去哪个科室，医生都能查阅到你的完整病史，避免了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。第四是医疗经济负担和健保制度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虽然也面临财务压力，但基本实现了小病不用花钱，大病不会倾家荡产的目标。即使是像舅爷爷这样的外国人，也能获得一定的医疗援助和费用减免。听说台湾居民生大病，只需要支付很少一部分费用，剩下的都由健保承担，是真的吗？舅妈好奇地问我。基本上是这样的，我解释道。台湾的健保实行论治计酬的支付方式，对常见疾病有固定的给付标准。比如说，一个阑尾炎手术，不管花了多少钱，健保都只给医院固定的一笔钱，这样既控制了医疗成本，又避免了过度医疗。那重大疾病呢？比如癌症这种。舅舅问，重大疾病有专门的保障措施？我继续解释，比如癌症病人的门诊、住院、手术、化疗、放疗等费用都有较高的给付比例，病人自付的部分很少。即使是一些新型的靶向药物，虽然健保可能不完全覆盖，但也有各种补助和援助计划可以申请。难怪台湾人不怕生病，舅妈感慨道，在我们那边，一场大病确实可能让普通家庭陷入困境。是啊，医疗保障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。我说，台湾的经验表明，即使是经济实力有限的地区，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，实现基本的医疗公平。第五是整体医疗理念和文化。台湾医疗更注重预防和健康促进，强调病人的主动参与和自我管理。医护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和服务意识，真正将病人视为需要关怀的个体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病例。台湾护士为什么那么有耐心啊？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舅妈问我，这和整体的医护教育和文化有关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医学院校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和沟通技巧的培训。此外，合理的工作量和相对良好的薪资待遇，也使得医护人员能够更专注于提供优质服务。确实，我们那边的医生护士太辛苦了，一个医生可能要看几十上百个病人，哪有时间和每个病人长谈啊？舅舅理解地说，当然，台湾医疗也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，比如全民健保的财务压力日益增大，一些高端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可及性有限，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。而内地医疗近年来也在快速发展，在医疗技术、设备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。我觉得两地医疗各有优势，可以互相学习借鉴。小文总结道，大陆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更新很快，医生的专业水平也很高，而台湾的医疗管理、服务理念和制度设计更人性化。如果能结合两者的优点，那就太好了。是的，希望未来两岸医疗能有更多交流合作，共同提高。舅舅说，这次爸爸能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，正是两岸医疗合作的成果。回到大陆后，舅爷爷在广州医院继续接受治疗。让我们欣慰的是，那位接手的王医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张教授提供的治疗方案，并基本按照台湾的模式继续治疗。王医生说，他们医院最近也在学习台湾的多学科会诊模式，已经开始尝试实施了。小文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还说，希望未来能去台湾参观学习，引进更多先进的管理经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在医疗健康这样关乎民生的领域加强合作交流，必将造福更多的患者和家庭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帮助。小文在电话那头真诚地说，如果不是你，爷爷可能已经别这么说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打断他，舅爷爷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很好，已经能自己去小区散步了，还参加了社区的太极拳班。医生说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至少还能再活5年以上。小文兴奋地说，太好了，我由衷的高兴，有空带舅爷爷再来台湾玩，这次不是看病，是来旅游。一定一定，爷爷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来台湾一次，好好感谢张教授和医护团队。小文说，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前，望着台北的夜景，心中感触良多。医疗不仅仅是一门技术，更是一种关怀。医院不仅仅是治病的地方，更是守护生命尊严的场所。
两岸虽隔着一条海峡，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追求却是相通的。希望未来两岸医疗能够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医疗水平，让更多像舅爷爷这样的患者能够获得高质量、有尊严的医疗服务。也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，不要生病。但如果不幸遇到健康问题，也不要轻言放弃，因为医学的进步和医护人员的努力正在为我们创造更多可能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后续还有很多有趣的相亲故事要和大家分享，记得订阅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